谁呀？不认识了。咱们见过面，我叫珊珊。请进。你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他今天又不在家。我不是来找他的。这么说，你是来找我的？你这么好的身材，完全应该当模特。没想过。你知不知道模特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穿着各种新衣服在台上扭来扭去的吗 ？No， 我说的是画画用的人体模特。听说过这种职业，画家画画都用这种模特。好像是吧？模特对画家来说很重要，没有他，画家就没法画画。不过再重要，也不过是画家的一个工具而已，就像支笔似的。画家可以今天换这个模特，明天换那个模特，很简单，也很方便，就像换支笔似的。可惜我对绘画一窍不通，所以没法跟你深入探讨。不，我对绘画是外行，不过我对男人倒是有点研究。特别是陈志纯这种男人，能不能把你的研究成果向我透露一点呢？他是作家，他说作家也需要模特，这样才有灵感。这倒挺新鲜的。他说他需要女人，这样可以激发他的创作欲望。不是没有道理。他说他需要的模特，当然是年轻漂亮的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新鲜感。他还需要经常更换。我明白了，你是因为被他换下来了而耿耿于怀。很遗憾，我没有这个荣幸。这么说，你是因为没有吃着葡萄，就说葡萄酸？夏小姐，这个葡萄是酸是甜，你迟早会比我更清楚。来了，谁呀？我呀，夏雪，大姐，哎，快进来，哎，来看看啊，来里面坐。你先生出去了啊啊，大姐，你随便一点。哎，好，这屋里也没收拾，挺好的。哎，喝水。刚才那个姑娘是谁？我先生的一个朋友。哦。我好像见过。你没来以前，他就住在这儿。啊，是吗？怎么也不到我们家去坐坐呀？也不好意思去打搅你们。看你说的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以后有什么事儿也好有个照应。哎，大姐，哎，你们在这儿住了很久了吧？好多年了。这楼上每家每户的情况都很熟。那大姐怎么一直也不到我们家来坐坐呢？你们先生，他好像不太爱说话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哎，你们结婚还没请我们吃喜糖呢啊？啊，我们还没结婚呢。没结婚就住在一块儿了？哎。对不起，我这少见多怪。准备什么时候接呀？元旦？
春节还没决定呢。哦，我们先生他们单位啊有个姑娘，没结婚就跟她男朋友在一块儿同居了，后来让那男的给骗了。哎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说你们。我们先生是个记者，为这事儿写了好几篇文章，什么时候我找来给你看看。哎，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来了，大姐，哎，常来玩啊。你别送了。哎，来了。听说谈的这个对象又要告吹了，没办法。哎，林慧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爱人，这是我们杂志社的总编孟总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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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甜甜常提起的那个孟叔叔就是孟总。是吗？这么巧？对，坐坐坐。好好好。甜甜来信了吗？来电话了。哦，他挺好吧？挺好的啊。不过呀，就是他妈妈有点太想他了。肯定，就连我们都怪想他的，是不是？这孩子就是招人喜欢。吃水果吧。好的。不容易啊。一般的女孩啊，做不到这一步。她这个年龄，正是跟爸爸妈妈撒娇的时候。她能为父母着想，而且还想得这么周到。你喝水。谢谢哈。恐怕呀，还是有些人不能理解呀。也可能，现在很多夫妻啊，缺乏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。可是为了孩子，他们还只好勉强生活在一起。等孩子长大了，他们也就心如死灰，再也没有寻找幸福生活的勇气了。这也是中国家庭婚姻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吧。也不能绝对呀。你不能说只要夫妻之间感情不好，两个人就应该分手，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，对不对？您误解了，我只是说，在我们周围的许多家庭里，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，就是在处理夫妻关系时，常常把孩子看得重于夫妻感情本身。其实啊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。相反的呢，我倒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。跟西方相比，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，相对的来说啊，还是比较稳定的。我听江医生说，你们俩不打算要孩子？江医生老是做我们的工作。是啊，现在啊，在许多大城市里，像你们这样自愿不要孩子的年轻夫妻啊，那是越来越多了。尤其是在那些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人里面，他们有的是为了事业，有的是为了爱情，恐怕更多的是担心离了婚以后啊，给孩子带来的一些伤害。各种心态都有啊。对了，你们俩当初是怎么打算的？我觉得家庭的中心应该是夫妻关系，而不是亲子关系。婚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满足人情感和生理的需要，而不是传宗接代。我们周围有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本末倒置。我听江医生说，你们夫妻之间感情很好，是不是担心怕有了孩子以后，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，降低了婚姻的质量啊？有件事儿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，那是我刚分到机关的时候。有天中午，我们大家伙在一块闲聊，我们处长说，
他刚结婚的时候啊，每次出差都特别想他的妻子。后来他们有了孩子，孩子就逐渐代替了妻子在他心里的地位。机关出差的机会多，特别是男同志，每次出差往家打电话，问的最多的就是孩子怎么样。要是一听说孩子生了什么病，这一晚上就睡不着了。等快要挂线的时候，才捎带着问一句：“你还好吧？”出差回来，总要给孩子买一大堆吃的玩具，一点都不心疼钱。可给妻子买的就很少了。孩子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，就连孩子语文考多少分，数学考多少分，都能记得住。可妻子的生日，却慢慢的淡忘了，不过了。你说的这些呀，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。我看呐，全世界都没有咱们中国人这么爱孩子。我想，更多的是溺爱。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每一代人都不重视自身的发展，而对生育繁殖呢又倾注了过高的期望，其结果呢，就造成了多层次低质量的恶性循环，极大地束缚了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。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每一代人应尽的责任。所谓望子成龙，只不过是把责任推卸到下一代人身上，而对自己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的一种逃避。有的家长呢，因为某种原因呢，自己没有考上大学，于是呢，就逼着孩子好好学习，好好读书。其实呢，是圆他的大学梦。还有的家长呢，对艺术一窍不通，现在也不能再学了，于是呢，就逼着孩子学习钢琴呀、书法呀、绘画。其实呢，是为了圆他潜意识中的艺术梦。有的家长呢，一门心思全扑在孩子身上，自己呢碌碌无为，一无所求，还美其名曰全都是为了孩子。这样的家长在一般人眼里啊，无疑是最优秀、最称职的家长。其实呢，这是人生悲剧。我不一定赞同你们的观点，不过我很欣赏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。当然了，要不要孩子，这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。不过对国家、对社会的责任，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推辞的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很喜欢和你们年轻人在一块聊聊。孟总，您别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告诉江医生。他是妇产科医生，对孩子啊，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哎呀，走吧。在这儿吃饭吧，孟总。对，在这儿吃饭吧。江映霞可能回来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去。哦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常来玩。好嘞。来，给你。下个星期啊，我要出趟差，去哪儿啊？深圳。深圳？你还没去过吧？没有，那地方好玩的地方太多了。我纯粹啊是跟着去玩，本来也没我的，跟我们老总啊磨了好几天，总算开恩啊答应让我去了。哎，你们去多久啊？大概半个月吧。那么久啊？玩就玩个痛快嘛。去几个人？4个、5个，我们老总，可能还有几个部门的领导。就你一个女的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带着个年轻漂亮小姐，这次旅行一定非常愉快。无聊。喂，你好，小雪，找你的。喂，爸。我知道了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好，爸再见。